微笑啊！我们今天过来送年货，不是除夕过后才拜年吗？哎呀，除夕过后你照样要出去走亲戚啊！今天送时间刚刚好。再说了，送完了咱们家也可以安心出去走亲戚啊！快走两步。哎呀，你给我微笑啊，保持微笑，听见没有？自己来好了，跟自己家一样啊，别客气。乖乖妈，乖乖好有本事，一个人在上海站住脚又做生意。你夫妻俩真是好有福气。您夸奖了。你看，到底是姑娘啊！我们那儿子不知道跟他说了多少次，让他提前2天回来，他非说他经理离不开他，这会儿还堵在路上呢。我看啊是赶不上这吃晚饭了，还是女儿好。哎呀，儿子也好，说明他有事业啊，忙点多好啊。就是呀，哎呦，你看这乖乖啊，又懂事儿又体贴，哎，是不是转正了？涨工资了吧？真是本事！我呀，要生了这么一个女儿啊，真的要到普陀山啊去谢神仙呐！看您说的，说的没错吧？就上回那个舒家吧，姓舒啊，有个叫舒展的一个孩子，特别好，那个男孩子很优秀的。我后来才知道啊，他跟关关从小是念的同一所小学呀，这就叫缘分。对，听见没有？缘分呐，人家是正经的从那个悉尼回来的 MBA。啊，进的是银行系统，跟你一样，在上海工作啊，奶奶。这太好了。是啊，2个人在上海一块儿工作，那过年过节的回到家里还回的是同一个家、同一个地方老乡啊。那我跟你爸爸不也放心了？哎呀，就认识几个新朋友啊，彼此都是上海的，以后有个照应了就挺好。这不是界限相亲吗？这事都搞过了吗？相亲有什么不好？我跟你奶奶就是相亲结婚的，现在不蛮好的吗？哎呦，这个说的真妙！我去吃饭了，洗手间。不客气。快！你记不记得上次我那个老乡，就是他感冒了，我送他腊肉饭的那个老乡，他刚才给我打电话，说他想我，说他想赶紧见我，说他是不是喜欢我？他是不是喜欢我？我都觉得他喜欢我，他一定喜欢我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我们家小蚯蚓怎么那么容易高兴呀？君子不夺人所好，这个就让给这位小姐吧。世界就像巨大的夹娃娃机，我隔着玻璃，只想得到你。姐妹们，新年快乐！我也很想你们。安妮姐呢？安妮姐在哪儿？冒泡，快点出来！我在呼唤你，安妮姐。樊姐呢？樊姐在干什么？新的一年你开不开心啊？新的一年你要笑口常开，知道吗？好笑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刚刚听见。祝大家新年快乐。樊姐新年好呀，新年好呀，祝福大家新年好，你要开开心心的。我一过年就又吃胖了，每逢佳节胖5斤，我都没有脸回去看你们了，怎么办呀？就是呀，我也胖了。我妈她太了解我了，我一回来做的都是我爱吃的，我根本就抵挡不了。过年就好好吃啊，减肥的事情啊，过年以后再说。等我也喝，平时少喝一点，过年喝。姐妹们，你们都在干嘛呀？安妮姐，你去度假怎么也没给我们发照片呀？臭莹莹，怎么你也一点消息都没有？吃点东西，下期见，分享一下啊。好，好，来点，来吃点。
喂，莹莹，小关关，你怎么了？你是不是喝多了？你怎么知道我喝酒了？现在头有点晕。我们过年邻居，不是邻居，我们亲戚轮流着请客吃饭，今天轮到我们家了，正在外面吃呢，我好想你啊，关关。你过年过得怎么样啊？还能怎么过呀？不跟你一样吗？7大姑8大姨轮流串门，无聊死了。哪像人家安迪姐呀，去国外度假了，肯定特别开心。哎莹莹，最近有安迪姐的消息吗？我怎么知道啊？你都不知道安迪姐的消息，我更不知道了。估计她现在在哪个海边看小帅哥呢吧？怎么可能？你以为安迪姐像小曲那么花痴呀？不知道。关关，一会儿跟妈妈出去吃饭了啊！莹莹，我不跟你说了啊。明白，懂你。来吧。妈，不是刚吃过饭吗？怎么又吃饭呀？哎呀，就上回跟你说那个舒展，你一会儿做个面膜啊，在家好好休息休息，咱们就出发。这个眼镜就不要戴了啊，一会儿舒展。妈，你要干嘛呀？这是？我能干什么呀？啊，我不替你张罗，谁替你张罗啊？你看你们屋那个樊胜美，她长得多漂亮啊，漂亮又怎么样？这不现在还是剩女吗？妈妈有句至理名言要告诉你啊，婚姻就是战场，是女人的战场，你不上，随时都有人上。哎呀妈，我真的不想去。这相亲这事之前不都搞过一回了吗？而且人家条件那么好，也未必看得上我。条件好不好，看不看得上你是他的事儿，好不好？你只负责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。咱们一步一步来，先从做朋友开始，行不行？我保证这次我绝对不逼你。妈，你这还不叫逼我呢，你还要怎么逼我呀？行啦，去做个面膜，美美的啊，去吧。我真是不想去。过去的一年，是欢乐颂五姐妹宛如新生的一年，得到一些，失去一些，有难堪的场面，也有幸福的时刻。她们期盼在这新的一年里，人生旅途会更顺利，更平静。但她们也明白，在上海这个茫茫都市中，免不了各种风浪。虽然不知道会面对些什么，但她们坚信，22楼的姐妹们会在一起，携手向前。哎呦，雷雷，姑姑刚铺好的床，你看你又弄乱了。你下，袜子脏不脏的就跑上去了啊？孩子，哎，别闹爷爷啊！上午10点行吗？我太多家务要做，只有1个小时空闲。
你就是王百川的中学同学樊胜美。我是，您是？我是王百川他妈，微信是我发的，我就是想跟你见个面。伯母过年好。你知道我找你什么事儿吗，小樊？有什么话您就直说吧。行，那我就直说了。我呢，就这么一个儿子，这可能你也知道。当妈的不求儿子大富大贵，但我希望我儿子能过得踏实。我也刚刚了解到你的家庭，我觉得你们两个，这么说吧，小樊，你看你生得这么漂亮，外面肯定有大把的有钱人会帮你养家。我儿子这事业才刚刚起步，他养不了你家。你要是跟了他，你受委屈不说，我儿子的苦可一辈子熬不到头。你这两败俱伤何苦呢？所以你有什么要求你就跟我提，你跟我说，我呢就尽量的来满足你，行不行？只要你能放过我儿子。我的话伤到你了吗？没有，伯母，您说的都是事实，没有什么伤害。我之前瞒着遮着，是因为我想给自己留点念想。现在既然您已经知道了，我轻松多了。我家就这样。你真的想明白了吗？伯母，我只有一个要求，麻烦您回去跟王百川说一声，我就不再打扰他了。就是你的意思就是跟他不再联系了，是吗？嗯，我也不想害他，我也希望他好，真的。伯母，我先走了。喂，樊姐，你可算接电话了。你这些天忙什么呢？怎么打你电话你也不接呀？嗨，忙家务呗。樊姐，我听你声音怎么不是很开心呀？你怎么了？没有，我就是有点累了。你忙什么呢？还能干什么呀？这过年嘛，不就是来回来去的走亲戚吗？明天轮到我们家请客了。不过我也不会做饭，我就打算买几束花，然后把家里的花都重新插一下。你还会插花呀？真好，我也学过，可是后来放弃了。住在出租屋里，人都倒腾不开呢，还养什么花啊？哎，你说这是不是有点像古人学那个屠龙之术啊？我是不是有点好高骛远？怎么会是屠龙之术呢？王帅哥那么努力又那么爱你，等到以后你们有了自己的家，插花的本事还怕用不上吗？樊姐，怎么办呀？我好想你们呀！你都不知道，昨天我给莹莹打电话，她喝多了，然后她说话特别豪放，可好玩了。樊姐，你怎么了？你是哭了吗？樊姐，你别哭了。我妈说了，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。不管你遇到什么事儿了，你都别太难过，因为时间长了总会解决的。但是活的时间长，我就越相信命。樊姐，那我就不问你发生什么了。
但如果你这些天心里不舒服了，你就随时给我微信，随时给我打电话，我手机都开着。乖，谢谢你啊，我没事儿。我打算明天回上海了。明天才初4啊！你们都愿意在家待着，我不一样，我对这家里的一切都眼不见为净。明天让我们家这个亲戚早点来照顾我爸。大不了多给点钱呗，只要有钱，就能解决这世上绝大多数的事。樊姐，你是不是临时决定要回去的？也不是，我年后离职，还不知道领导愿不愿意放我。这过节加班的人不多，我想趁这个时候好好表现一下，也多挣点专门费。那王帅哥知道这事吗？他最近一直忙着应酬，我还没告诉他，关你也没告诉他啊。那我明白了，樊姐你放心啊，我嘴最严了。好好在家过年。你也是啊，樊姐，好好的，别哭了啊。我挂了。心里越不踏实，我总觉得樊姐是不是遇上什么大事儿了？是啊，樊姐平时那么坚强，你说她这能遇上什么事儿呢？我也不知道呀，就是不知道，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劝她。但我觉得肯定跟那个王帅哥有关系。我也觉得，他不让咱们告诉王帅哥，这事十有八九都跟他有关系。不过这样也好，哭出来总比憋着强，对吧？莹莹，这几天咱们就多给樊姐发微信打电话，有人陪她说话，她心里肯定能好受点。关关，你怎么这么好呀？老是这么善解人意。妈，我走了啊。来，拿上这个路上吃。这个给蕾蕾吧。哎呀，拿着。哎，不用了。注意身体啊。哦。蕾蕾，姑姑走了啊，你要听话，不许捣乱。蕾蕾，怎么了，蕾蕾？怎么了？舍不得姑姑啊？啊？我觉得没好吃的。哦，不想让姑姑走是吗？行了，蕾蕾，姑姑得去上海赚钱，不赚钱怎么给你买好吃的呀？啊？好了好了，哎，不哭了不哭了啊，我走了。跟姑姑再见啊！再见了啊！跟姑姑再见再见。好了，当心啊！忘了，宝贝儿，你又感冒了哦，快进屋里哦，感冒了。过年回家就住这么几天啊，好不容易回来一趟，
你说你急着回上海干什么呀？啊，在家里我住着就这么腻得慌。虽然上司说我可以转正了，可是这年后还要考核呢。我想我早点准备准备，这万一到时候出什么篓子呢？女孩子家那早晚是要嫁人的，知不知道？你这次回上海去，跟人家那个舒展呀多联系联系啊，打电话，好好相处相处，听见没有？啊。我告诉你，离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。舒展那个孩子，我看着样样都好的。听你叨。那孩子看着真是好，哪儿都好。哎，我还是那句老话啊，儿女自有儿女福啊，别逼关关。我逼什么了？我逼关关的？她要不是我女儿，你看我操心不操心？你是她亲妈，你当然应该操心了啊。停，啊，停。哎，对了。